在希腊城邦的黄金岁月走到末期，各个城邦之间互相攻伐，同盟成员换了又换。而此时，希腊城邦最大的外敌波斯帝国却也处于内部叛乱与动荡的时期，这也就让马其顿人的崛起有了绝佳的舞台。但在讲马其顿之前，我们还是得先来聊聊这个被我们反复多次提到的波斯帝国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波斯人在西元前6世纪时曾属于米底人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我们在第3集的时候有稍微提过米底人哦。他们跟加尔迪亚人一起推翻亚述人的统治之后，米底人离开了两河流域，继续向东拓展领土，而两河流域则留给了加尔迪亚人，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。米底人的疆土其实也不小哦，比现在的伊朗还要再更大一点。而波斯人则是生活在波斯湾东岸的一个部落。在西元前559年，居鲁士成为波斯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首领。没过多久，他统一了所有的部族，成为了波斯人的王，并在西元前549年推翻了米底人，将广阔的领土据为己有。为什么米底人会投降给这个小部族呢？原来米底人与波斯人的血缘十分亲近，而居鲁士其实还是米底王国最后一任君王的外孙，所以波斯很多的礼仪与风俗都是沿用米底人的。而米底人在波斯王国中也享有不错的待遇哦。居鲁士并吞米底王国后，继续向西推进，并跟位于小亚细亚的黎迪亚人发生了一场战争。黎迪亚因为有开采金矿，加上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跟希腊交界的中间，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兴盛，是个非常富饶的国家。或许是因为他们太会赚钱了，所以不太懂得怎么打仗。总之，他们面对居鲁士的大军时，竟然选择渡河迎击。以我们后世的角度来看，渡河而击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啦。于是，黎迪亚便全军覆没，居鲁士也将这个王国并吞成波斯的其中一个省。接着，居鲁士发动突击，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新巴比伦，并解放了当时被囚禁的犹太人。这个我们在第6集的时候也讲过，有名的巴比伦之囚受到解放，让他们得以返回巴勒斯坦，并建立了半独立的附属王国。可惜的是，几乎戎马一生的居鲁士，在西元前529年跟北方的蛮族作战时不幸身亡，留下了庞大的帝国给后人。通常强势的开国君主突然过世后，领土都会发生动乱或争夺王位的内战。不过，这并没有发生在居鲁士死后，这或许跟他宽容的管理制度有关，这个我们等等再说。继承王位的冈比西斯继续扩张版图，把埃及也纳入了波斯帝国，而他的继任者则更为有名，那就是大流士。大流士本来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，他是趁着冈比西斯过世后，平定内部的动乱后，迅速登上王位，成为后来鼎鼎大名的大流士大帝。他把庞大的波斯帝国分成好几个省，每个省派遣总督去管理，并每年向中央缴纳贡品，同时也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。刚刚说波斯的管理很宽容，他们允许各个非波斯民族继续保有当地的政策，像是大流士帮助埃及重建他们的神庙，并命令该省的总督协助僧侣编辑埃及的法典，又或是允许犹太人重建家园。此外，大流士对于交通建设也很积极，不仅打通了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，还建立全国的公路以及长达2575公里的御道，让他们的邮政制度可以更有效地传递。前2集时我们曾说过，希腊经过黑暗时代后，陆续向外拓展，不仅在爱琴海沿岸，甚至到埃及、巴比伦等地都建造贸易中心。但是在波斯帝国崛起后，这些地方都纳入了波斯的版图，而位于小亚细亚的各个希腊城邦也纷纷受到波斯的统治。西元前499年，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邦带领其他城邦一起反抗波斯的统治。同时呢，米利都也向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求救，而当时的雅典便派出援军帮忙，并势如破竹地焚毁了当地的行政中心。
虽然最后波斯还是派出大军镇压了这场叛乱，但雅典的行为却惹怒了波斯帝国。西元前490年，大流士派遣大军乘船分南北两路进攻希腊城邦。北路军进展顺利，登陆后攻破了其中一个城邦；南路军则在马拉松海湾登陆后，与雅典大军展开对峙。但是雅典军队守在平原的入口处，让波斯军队难以攻入。经过评估后，波斯决定返回船上，乘船绕过平原，直接攻击雅典城邦。但是，就是这个但是，雅典军队趁着波斯军撤回船上的同时，全军出击。雅典的重装步兵大杀四方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而后来北路军乘船南下，想要跟南路军会合，一起攻打雅典时，才发现南路军早就被打败而仓皇逃回波斯了。于是只好也跟着返回。马拉松之役的胜利，除了有一位士兵跑回雅典报信后力竭身亡，成为后来的马拉松长跑运动以外，它也让希腊的其他城邦了解到波斯帝国并不是不能战胜的。于是接下来他们便组成了同盟，准备应对波斯军的第二次攻击。这场战争也是大流士一生当中唯一的败绩。尽管他很想要血耻，但他却在西元前495年去世，所以他的仇恨只好由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来继续完成了。薛西斯汲取教训，先提前开凿运河，方便海军出征。但这次雅典也扩充海军的实力，更与斯巴达等城邦结盟。于是，在西元前480年，第二次波斯出征后，经过了像是温泉关的死守。顺带一提，电影《斯巴达300壮士》就是在讲这一场战役，又有几场海战，甚至雅典城邦都被波斯给占领。最后，雅典海军利用萨拉米斯海湾的浅水地形，趁着波斯大型军舰搁浅时绝境反攻，逆转取胜。波西战争除了让希腊城邦的自由与民主得到保存，也让波斯帝国的国力日渐耗损，各地开始出现叛乱与反抗，让波斯疲于奔命。直到马其顿崛起后，波斯的疆土虽然保持完整，但内在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。因此，这就让亚历山大坐享波斯的2大文化遗产。第一份遗产是宗教，也就是仙教。大约在西元前6世纪左右，索罗亚斯德改善了波斯部落的传统信仰，删除多神信仰与巫术，建立属于个人的礼拜仪式。因此，或许我们可以把索罗亚斯德视为是史上第一位神学家哦。索罗亚斯德认为宇宙中有一位光明、真理与正义的化身阿胡拉马兹达，他的光泽普照世界。不过还有一位跟他对立的邪神阿里曼。这种二元对立的宗教思想被仙教的信徒们给传承下去。不过相较于二元论，仙教更重要的影响是个人宗教的推广，不像是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等文明信仰的宗教是以全体或国家为视服单位，仙教是针对个人的信仰。更具体来说，阿胡拉马斯达会保佑那些伸张正义、真理与行善的人。因此，索罗亚斯德也鼓励人们要诚实善良，帮助弱势。因为在最后审判日到来时，好人会上天堂，作恶的人则会下地狱。这种教义在很多地方都跟犹太教或基督教类似，而这种以个人角度去看待宗教与信仰的观念，当然也深深影响到后来的希腊化世界。接着第二份遗产是普世主义。前面说过不少次，波斯帝国的统治是宽容的，跟亚述、埃及、雅利安人等不一样。他们不会强迫把自己的风俗习惯硬加到被征服者的身上，相反的，他们采取世界一家的大同观念。像萨尔贡代表真正的国王，汉谟拉比称自己是天下四方之王，但波斯的君王却称自己为王者之王，让各地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统治者。此外，波斯也努力学习那些他们觉得优秀的文化与技术，像是他们从富饶的黎迪亚人那里学会了金币的铸造，从巴比伦那边学会了天文学的星空制图，建筑上更是融合了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与希腊的风格。甚至在第一次波西战争，
大流士打输后，波斯还派遣使者到希腊，只要各个城邦愿意向圣地上缴土壤跟水，那就算臣服了。而也有不少城邦都表示愿意上缴，唯独雅典把使者丢到泥坑，斯巴达则把人家踹到水井里，还喊了一句 "This is Sparta"。开玩笑的，那是电影啦。总之，亚历山大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也奉行这种统治方式，因此让希腊化的时代得以让各个地区的文化继续交融，并影响到接下来的罗马帝国。好，我们赶紧来看看这位大帝的丰功伟绩。我们就从亚历山大他爸开始讲起。腓利普在继承王位之前，曾经到底比斯城邦作为人质。在那段期间，他努力学习希腊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。回国继承王位后，便开始他的整治与改革。先是统一了马其顿的各个部落，接着提倡教育，推行货币，并组织专业化的军队。如果没有腓利普这些改革，亚历山大便很难有这么厚实的基础，能够带领大军横扫各国。尤其是针对军队的革新最为重要。原本雅典以为自己的重装步兵击退波斯大军已经很厉害了，没想到当他们面对腓利普率军南下进攻时，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。马其顿的士兵会排成紧密的方阵，每人举着长矛，后排的长矛透过前排的缝隙刺出来，所以最前排便密密麻麻地架着无数杆长矛，像是刺猬一样。不仅如此，骑兵独立出来，在步兵方阵的两侧作为机动运用，可以当哨兵，也可以穿插包抄。而方阵后方还有弓箭手抛射，这种将作战方式从平面拉伸成立体化的模式，基本上在当时可以说是天下无敌。而要让军队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前提是，腓利普将军队职业化了。别小看这个改变哦。当时希腊城邦的军队是由自愿入伍的公民所组成的，平常还是要务农耕种。反观马其顿的军队职业化后，可以针对各种纪律与专职化的训练，不管是侦察军情的哨兵，掌握情报的间谍，当然还有熟悉各种战阵与严守指挥的士兵。西元前338年，腓利普在克罗尼亚战役中战胜了希腊联军，统一各个城邦。但没过多久，他便在一场婚礼中被刺杀身亡。有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迅速横扫各方势力，继承王位。原本以为亚历山大年轻，便领军造反的希腊城邦也一一被他给平定。接着，亚历山大整合了希腊半岛的军力，率领了大约4万人的军队，开始他的征途。西元前334年，在格拉尼库河战役击败了前来迎战的波斯军，掌控了小亚细亚。接着在西元前333年，继续在伊苏斯战役打败了大流士3世亲自领军的波斯军，夺下叙利亚，然后势如破竹的南下取得埃及，稍微整顿后重新北上进攻两河流域。这次大流士3世重新集结大军，又选好适合自己作战的地形，还准备了刀轮战车，准备来破解马其顿方阵。在这种逆境之下，亚历山大差点就要战败。所幸训练有素的马其顿方阵拖住了战车的攻击，让波斯军队的阵型有了缺口。于是亚历山大看准时机，率领骑兵从缺口杀进去，一路杀到大流士3世的阵前。大流士3世吓得连忙逃亡，而一旦主帅逃亡，那么庞大的波斯军队顿时就土崩瓦解，迅速败亡。这场高加美拉战役可以说是波斯灭亡前的决定性战役。在经过前面3场战役后，波斯帝国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力了。亚历山大用不到4年的时间，相继征服了小亚细亚、埃及、叙利亚、美索不达米亚，还有波斯帝国。这还没完哦！西元前327年，他再度领军攻入了印度平原。这个我们在第8集的时候跟大家讲过。亚历山大又陆续打了好几场战役，马其顿方阵费了9牛2虎之力，击退了印度的战象军队。而此时，丹陀罗吉多也碰上了亚历山大，更想劝他继续往东征服摩羯陀王国。不过他的士兵却不想再继续往东了，
因此他们抵达的比亚斯河畔可以说是亚历山大征途的边界。依照士兵们返乡的心愿，班师回朝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征途哦。就在他着手准备要征服阿拉伯半岛的过程中，不幸染上了传染病，并在西元前323年时病逝。他死的时候才32岁。亚历山大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打过败仗，建立了当时最庞大的帝国。他的伟大征途不仅是军事上的统一，也将希腊的文化带给了亚洲与埃及。不过这些当然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居鲁士并吞米底王国后，继续向西推进，并跟位于小亚细亚的里底亚人发生了再次好。居鲁士并吞米底王国后，继续向西推进。以我们后世的角度来看，渡河而击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了。于是里底亚变全击。好，以我们后世的角度来看，渡河而击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啦。大流士打输后，波斯还派遣使者到希腊，只要各个城邦愿意象征地上缴土壤跟水，那就算臣服了。而也有不少城邦都表示愿意上缴，唯独雅典把使者丢到泥坑，斯巴达则把人家踹到水井里，还喊了一句 "This is Sparta"， 有点破音，再一次。